先说一个残酷的真相，99%的长寿花夏天死亡的原因都是浇水。不要不服气，听完我的介绍，你肯定会认可我说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我要颠覆你的认知，长寿花夏季并非必死，只要你掌握正确的浇水技巧，不仅能安全度夏，还能在秋季迎来爆盆开花。1. 休眠的真相。很多花友认为长寿花到了夏天就会完全休眠，甚至有夏必死的说法，但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养护误区。长寿花在夏季并非完全休眠，而是进入一种半休眠状态。当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，它确实会减缓生长，但绝不是停止生长。那么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的长寿花在夏天会死亡呢？真相只有一个：错误的浇水方式。2. 3不浇原则。1. 不干不浇，耐旱不等于耐涝。长寿花作为多肉植物的一种，具有惊人的耐旱能力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长寿花10天半月不浇水都不会有大问题，但如果夏季天天浇水，可能1周就能把它送走。判断干燥的小技巧：插根竹签到盆土中，拔出来看底部是否还有湿润感。只有当竹签底部也变得干燥时，才是浇水的最佳时机。专业提示：长寿花的根系十分纤细，主要是毛细根构成，没有粗壮的主根，所以特别怕积水。2. 不热不浇，选对时间是关键。夏季高温时，很多花友随手就给花浇上一杯水，殊不知这可能是在给长寿花喂毒药。中午时分，盆土温度往往高达40摄氏度以上，此时浇水会导致根系温差休克，严重时会直接造成根系死亡。最佳的浇水时间是在傍晚或早晨温度较低的时候。记住这个简单的原则：不热不浇。当你觉得热的时候，长寿花的根系也在受煎熬，此时的浇水可能会加速它的死亡进程。我去年夏天养的12盆长寿花，坚持晚上7点后浇水，存活率达到了100%。3. 不透不浇，浇就浇透。这或许是最让人意外的一点，长寿花宁愿你一次浇透，也不愿每天浅浅的浇一点。很多花友怕浇多了，每天给长寿花浇一点点水，结果造成了土壤表面潮湿、下层干燥的情况，反而导致根系向上生长，最终使植株更加脆弱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当确认需要浇水时，一次性浇透，让多余的水从花盆底部的排水孔流出，然后等待土壤再次干透。这种干透浇透的模式才是长寿花真正喜欢的。记住，不干不浇，不热不浇，不透不浇，这3个简单的原则将帮助你的长寿花安全度夏。觉得我说的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3. 判断浇水的方法。我们可以通过2种简单却实用的方法来判断是否需要给长寿花浇水。第一是颠盆法，当你用手提起花盆，发现它明显变轻时，说明水分已经大量蒸发，这时就是一个信号。第二是观叶法，观察长寿花的底部老叶是否出现轻微发软的现象，这也是缺水的征兆。不过要特别注意，不要等到新叶开始萎蔫才浇水，那时植株已经受损。浇水的时间选择也很关键，建议选在清晨8点前或傍晚日落后进行，同时确保水温与环境温度相近。4. 浇水以外的注意事项。1. 适度遮阴能保命。虽然长寿花喜光，但夏季的烈日可不是它的挚友，最好将它放在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，避开中午11点至下午3点的直射阳光。如果你的花盆是放在水泥地、瓷砖地上，夏天中午底部温度可能会高达40摄氏度以上，建议在盆下垫上木板、泡沫或旧毛巾隔热，避免根烫伤。但要注意，完全遮光是不对的，缺乏光照会导致长寿花徒长、枝条变细，失去原本饱满的姿态。正确做法是早晚各让它接受2至3小时的柔和阳光。那么长寿花为什么不能晒呢？休眠期的长寿花根系吸水能力大幅下降，强光下叶片水分蒸发量剧增，植株如同被架在火上烤，却喝不到水。娇嫩的叶片在烈日下如同被煎烤，出现晒伤斑点是不可逆的，严重时整株会脱水死亡。正确做法，立即把花盆移到北阳台或北窗台等只有散射光的位置。
如果只有南向阳台，使用遮阳网过滤掉50%至70%的强光。你的长寿花目前状态还好吗？是健康状态的，请回复1；已经有点危险的，请回复0。2. 通风是救命稻草。闷热环境是长寿花的天敌。即使你控制了浇水，但如果花盆放在密闭、闷湿的空间中，湿度长期维持高位，也会导致植株出现黄叶、烂根甚至黑腐等问题。想要让长寿花顺利度夏，良好的通风就是关键的救命稻草。如果是室外养护，可以将花盆放在通风良好但有遮阴的地方，避免直射阳光。如果是在室内养护，每天要尽可能开窗通风，保持空气流动，也可以搭配电风扇使用，增强空气对流，帮助盆土尽快干燥。尤其在浇水后，可以用电风扇轻柔地对着盆面吹几分钟，让表层水分尽快蒸发，防止湿气积聚。温度调控也是夏天的一大重点，当室外气温超过32摄氏度时，长寿花就会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此时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降温措施，比如使用套盆法，在大盆中套入小盆，并在两者之间填入蛭石，有助于隔热降温。也可以在盆土表层铺上一层白色小石子或反光膜，反射强光，降低土壤温度。如果条件允许，白天高温时段可将花盆临时搬进空调房内避暑，但注意不要放在空调出风口，避免强风直吹引起水分流失。3. 适度修剪可爆花，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技巧。夏季是长寿花进行修剪的黄金时期，当枝条长出6至8片叶子时，保留底部4片叶子，将顶部剪掉。这样做会刺激它长出2至4个侧枝。持续这样修剪，到秋季时停止，让它在短日照条件下自然形成花芽。这样做的结果是，一个芽能开出1枝花，真正实现爆盆开花。当然，修剪的大前提是确保长寿花处于健康的状态。最后总结夏季长寿花实操指南，每一步都值得收藏。1. 躲开直射光，搬到北阳台，大型绿植后，或用遮阳网挡掉50%光照。2. 喷水降温，早晚向叶片喷雾，别喷花苞，模拟清晨露水。3. 避雨防涝，地栽垫高花盆，盆栽雨天搬回室内，避免积水烂根。4. 开窗对流，每天至少2小时，风扇摇头模式更好。5. 定期喷药，多菌0半月一次，重点喷叶背。6. 物理驱虫，挂黄色粘虫板，诱杀小黑飞和蓟马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长寿花度夏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长寿花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